下来的这位演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，去年他就解锁了一套这个新皮肤，而今年他又有了新变化。掌声有请南瓜。好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瓜啊。好，谢谢。还记得吗？记得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自己减肥，减了60斤啊。能看出来已经反弹了。因为我发现我的颜值呀，它不是胖瘦的问题啊。去年减完肥上节目，哇，弹幕上说的都是哇，南瓜瘦下来好帅呀。接下来后面就有几百条说吃点好的吧。吃点好的吧，我还以为是他们担心我减肥吃的不好。我还回复呢，我说谢谢你们的关心。然后反应过来是骂我的。因为骂我的太多了，他们说你在节目上也太油腻了吧，在节目上还撩腹肌搞擦边，你这么油腻你不知道吗？说实话，节目播出之前我真不知道。节目播出之前，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夸我帅来着，感觉被他们做局了。我现在也觉得去年是有一点过于自信了。我以前对自己这个长相是没有任何的认知跟在意过的，是有一次最早录节目现场有个演员，他讲着他突然说：“呀，那些脱口秀演员都是一帮丑东西啊！”你们脑子可能也浮现出一些面孔。我们当时都笑了，我们觉得他说的对呀，但同时都觉得不是在说自己啊。结果节目播出的时候，镜头切给了我。我是丑东西吗？30年了，没有人给我说过我是丑东西啊。以前朋友们都说我人很好。当时就刺痛了我。去年我觉得要减肥，让你们所有人刮目相看啊！当一个30岁左右又黑又胖的人开始突然减肥自律，周围所有的人都会惊讶的。那2天有朋友见了我，哎呦，南瓜你变帅了，你好帅呀！帅，30年了第一次听到帅，多么美妙，令人产生多巴胺眩晕的字眼呀！我第一次听到帅，感觉大脑像被激活了一下，那瞬间仿佛像沉闷午后突然洒进窗的阳光。像黑白世界里骤然炸开的烟花，我好开心啊！我真的是帅哥吗？那2天出去，周围的朋友都见了我说：“你帅，南瓜你帅。”我是个骑手呀，我知道那一个商家要全都是好评，那肯定是刷的呀。甚至那2天大数据都开始给我推医美的广告了，真是越美越推呀。以前我刷到我会觉得呀有点冒犯了，推这个。但那2天刷到，我会觉得人呀还是要对自己精益求精啊！我真的花钱去做了医美啊，打了超声炮。我是我们村第一个打超声炮的，打的时候可激动，哎呦这不简单，是我打小农村抗衰美容的第1炮呀！去年参加节目化了1个多小时大浓妆，那演员见了我，哎呦这还是南瓜吗？这不是青春男大吗？只有刘仁成见了我，南瓜，你只是瘦了，你不是帅了哈。我当时心想，哎呀，其他人不说，就你说，你就是嫉妒我。当时化完妆一到现场，200多观众看到我都沸腾啊！这是南瓜，这是南瓜，好帅啊！我当时一看这场面，这都这么说了，我再不相信我是个帅哥，有点不识抬举了吧？原来我真的是帅哥呀！帅哥是这个世界上的奢侈品，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带给这个世界美好。我当时心想，这才哪里到哪里呀？给你们看个好的，啪，腹肌就露出来了。当时现场观众吓着捂着脸在那尖叫哈，我还以为他们害羞了，又撩了一次。撩腹肌太可怕了，你知道现场这样突然对着你们撩一下，你们可能还看不到的，但线上是可以暂停的。它是可以回放反复折磨观众的。我们这节目它是录了3次之后才播出的，它不是录一次播一次，它是录一期播一期，那该多好呀！我第1次被骂了，还能来得及悬崖勒马？3次没有任何的反馈，1次比1次油腻。现场的观众也不会提醒我的，因为他们签了保密协议。在家里开开心心的等了2个多月，直到节目播出那天，打开了小某书看了一眼，就卸载了。
网友说：“你们这节目能不能光别淘汰，能不能把南瓜枪毙了呀？”我妈看完节目给我发来消息：“儿子，你今年是不是鬼上身了？都越看越生气，怎么越骂你还越来劲了？”我今天清醒了，都在骗我，都在骗我，全世界都在骗我，只有刘仁成说了实话。果然，在充满欺骗的世界，只有诚不欺我呀。让我在眼泪中明白一个道理：摧毁一个普通男生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所有人不停地夸他帅。我以后再也不相信别人的好话了，因为你不知道轻信别人的好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。朋友们，我还是要好好打磨自己，好好写段子逗你们开心。我承诺。以后非必要不再使用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。但是如果你们今天不笑的话，开玩笑算了，因为现在也没有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祝你们开心啊！谢谢南瓜，喜欢南瓜今天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南瓜，这能感受到去年影响是挺大哈。过去了，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大雷音作为当时的这个目击证人之一，我也有责任。这一票算是我向你道歉了啊。没事没事啊，就是我觉得去年啊，你的这个状态一直，它和你是一个游离的状态，就是你的表演状态和你本人。还有就是和你之前第一季给我的那个形象，到这一季才归位了。我觉得真特别好。人有的时候真是别想着去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或者说要去做什么样的人，你就做你自己就是最棒的。我觉得现在就挺正常，挺舒服的。哎，现在这多好，我觉得比去年帅，真的。好帅。真的，你现在这样特别帅，你适合这种造型，戴个眼镜儿，多可爱，萌萌的。不相信，不相信。那咱们换个人再劝劝，要不？看这情况，确实是今年是回归了，是吧？这内容也是嘛，就看清楚了自己，看清楚了世界的险恶。我刚才拍你那句，正好说，和刘润生说你只是瘦了，不是帅了。对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里边樱桃说我的一句话，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多帅，他说你年轻的时候只是年轻而已。我就突然一下，台词儿吗？这是，我就拍了。确实是挺有趣的，我相信里边有很多是真实感受。感觉南瓜今天是真说急了，就是全是心声，然后全是一股脑的感觉，要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之前真的就是好后悔啊那种感觉，特别的真诚。我也很觉得你现在是这种憨厚的感觉，就是回到你以前的憨厚，然后又是瘦瘦的样子，就真的还挺帅的。你别老否定自己，还是以后好好打磨作品吧。而且纵观3季，其实你这个人物他有变化，他有一个是吧弧光，你像大宅3季都一样，他没变化。啊，你有变化，你看你3季人设不一样，特别好。你这种在电影电视剧里才是主角呢，是真的。你看一般都会塑造这样的角色，对你得变化呀。你出来就这样，到结尾还这样，那是反面角色，那是配角，是吧？主角才有变化，真的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不是捧杀你啊，是因为你现在你又学好了，所以我们才愿意跟你说这些，是吧？我是觉得你去年所有对于美的追求那些事儿都没有任何问题，自个儿想按自己的想法，我想瘦，我想漂亮，或者我想变壮，那都是自己的想法，我觉得那个完全没有问题，就不撩腹肌就完了嘛，我觉得那是不撩腹肌是那个点，其他的我觉得都没错。我能看出来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，这一年可能对你有很多折磨跟思考的一件事儿，你能够把它这么深入的写出来，它是需要勇气的，所以听着听着很共情，因为它很真诚，真诚就很动人，而且你节奏太好了，南瓜。我觉得自己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的搞笑跟小丑的，我觉得就是当一个样本，就是来让大家看一看，就引以为戒吧。那我觉得南瓜他挺有进步的吧。
相当于你自己之前有个特别强烈的念想，到了以后最后没了，他重新再看这件事的时候，才能重新看到很多角度。所以他这篇的其实角度比之前的写外卖员所有的角度其实都好，他其实是很真诚真挚的。那南瓜这场演完，照例我们会开启挑战，先下手为强。不知道啊，我要站他吗？你摁吧。有没有人会向南瓜发起挑战呢？请看大屏幕。有2位朋友向南瓜发起了挑战，那请南瓜先来到我身边的休息区。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呢，去年就曾经来过这个舞台，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云淡风轻的人，但实际上他的风格属于绵里藏针的那种。我们掌声欢迎黄一锦。谢谢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黄一锦。去年上节目嘛，然后当时讲了一个50多岁老头追我的段子，啊，当时有一些评论，有人说，我也50多，我也想追他，啊，还有一些人说50多岁怎么了？男人最有魅力的年纪，你去看评论时间，全是早上5点多，不知道咋了，有点和老头杠上了。我前2天录了个播客。播客里有个老头，全程一直在说一个事儿，说凭什么现在所有的节假日都要给女的发红包啊？凭什么动不动给女的转钱，给女的转520、1314？凭什么？一直在骂这个事儿。我当时第一次录播客，我也很紧张，我就一直面无表情在那儿坐着，我也没说话。这个卡段的视频在抖音上放出来之后，2000多条评论，全在截我面无表情的脸，说这女的破防了。我真有点破防了，跟我有啥关系？他们开始莫名其妙分析我的面相，说这女的肯定没少管男的要钱。天地良心，我管我爸要点钱都费劲。高一有一天，我爸跟我妈说：“黄姨，你这孩子太能花钱，给他100块钱，2天就剩90多了。”我说这怎么算能花钱呢？我这顶多算能破开钱。但我当时真的很害怕，一方面是骂我的人有点太多了，还有一个是我感觉骂我那些人啊，他有一点太下沉了。我感觉他们是全中国光脚的不怕穿鞋里面脚最脏。他们骂我就算了，他们骂我的时候用的是手写输入法。有个人给我评论说，这女的脑子里就只有线。还有人说啊，这个女的现在怎么不笑了？是不是老头说中了不敢笑了？我心想，我说我不笑是因为老头说的不好笑，那我能怎么办？不好笑硬笑，你到时候该说我勾引老头了。就是我真的在想，面对这种发言，我得怎么才能不挨骂呀？我得怎么能显得我不是一个拜金女啊？我当场给老头转1314，那我倒不是拜金了啊，我是拜登。还有一种评论，最多的一种，说我这个人一看就是一个拜金女，但我觉得伤害不到我，因为我觉得现在你骂一个女的看起来是拜金女啊，等于夸她是一个美女，对吧？我现在觉得那种很多攻击女生的词啊，如果别人骂你看起来就是的话，全是好词儿。网红脸，漂亮，绿茶，聪明漂亮，拜金女，聪明漂亮还有钱。可以说是一种祝福了。可以。再说这个事儿也不公平啊！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拜金男吗？肯定也有，对吧？肯定也存在有钱女生给男的转账，但为啥大家不知道呢？因为这些男的从来都不晒转账，他们不懂感恩。我也不是拜金啊，但我挺想看起来拜金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。之前有一个人对我表达爱意的方式呢，是每天半夜用微信拍一拍拍我。我也不是说你非得花多少钱才能追到我，但你想追到我，不能光拍我吧？啊，拿我当啥了？拍立得。
但这也不是我碰到过最荒诞的一个骚扰。我碰到过最荒诞的一个，有一天我在一个咖啡店写稿，一个男的进来，非要加我微信，我说不好意思，不加了，不加了。他说加一个嘛，加一个嘛，加一个嘛。他也没有别的技巧了，就纯靠默契。我正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说啥呢，他终于改词儿了。他说加一个嘛，加一个嘛。我是上海人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敏锐地意识到今天地域歧视可以救我一命。我第一次那么自信地说啊，我说我是东北人。他接下来说的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他说，东北人也没关系。什么叫东北人也没关系呢？啊，我用你原谅我。我有时候就在想，我说怎么能躲开这些人的骚扰？怎么能让这些见人下菜碟的人看到我就望而生畏？其实就是看起来拜金一点。因为我之前刷短视频，我刷到一个男的说，如果你认识一个女生穿金戴银，你就要离她远一点，因为这种女生养不起。那一刻我就明白了，老人说的对，黄金确实能辟邪。我如果真的平时珠光宝气是吧，穿什么 Prada、LV， 他绝对不敢半夜拍一拍我。他看到我只会想，这个女的肯定是傍上大款了，从此离我离得远远的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我现在觉得奢侈品才是女生的护身符。我现在看什么 LV、爱马仕，我心想这就是静安寺。你说女生求平安，到底是静安寺法力更强呢，还是静安嘉里中心？但是我觉得买不起这些女生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我前一阵还刷到一个视频，一个男的说，如果你带一个女生去了麦当劳，而她点了安格斯厚牛堡，那她就是拜金女了。我觉得这个大大降低了拜金女的门槛。你过去还得买包，现在只需要买汉堡包。当代最大拜金女是刘仁成。你现在说实话，当拜金女也太容易了，是吧？汉堡、车厘子、海底捞，8个瑞士卷儿，都能当上了。过去的拜金女心机、虚荣、唯利是图，现在的拜金女馋。但我觉得得谢谢这些人，把我护身符的价格给打下来了。讲到这儿吧，谢谢。谢谢黄一锦，喜欢黄一锦今天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每次都能选一个我也不能说它特别细小，但是我觉得挺奇绝的一个角度。是，这不赶上这事儿了吗？我也不想碰上这事儿。我去年就对你印象很深刻，就是你说那个老头刷你朋友圈给你点赞那个，是。而你就是云淡风轻的说，但是我觉得有些这观点呀，或者你输入东西，我都觉得娓娓道来，然后又会觉得有一些绵里藏针的感觉。谢谢谢谢。一锦一直是很敢去触碰一些很尖锐的话题，但你这次很巧妙，他用讽刺的手法，其实是要打破各种刻板印象，各种各样的刻板印象，而且是完全生活当中真实的事件，很匪夷所思。就你说的那个播客，是你真的去看到那些当时评论就是这样子的？我看了，我是偶然刷到的。然后就底下全是什么这女的拜金女，这女的破防了什么的一大堆。你有去回复他们当时？我也回不过来呀，这个太气人了。没招。我觉得讲这个也是说，这个标准如果越来越低，那就再自证已经没有意义了，不如换一个角度，是吧？用魔法打败魔法。用魔法打败魔法，记住了。对，那你说的加一个吧，加一个吧，加，然后没有别的任何招数，加一个吧，加一个吧，加一个吧，这就在那儿磨叽，就一直在那儿磨叽。妈呀，这个。我也觉得很匪夷所思，是吧？我以为你说你学到了。哦，我也学到魔法了。我是天津人也没关系，我们不这样。没太弄明白，这净给我们男同胞丢人，这是。没有这样的人只代表他自己。啊，是的，对啊，只代表自己啊。所有的人都只代表他自己。因为
我们很少换一个角度，在女性的那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。我们有的时候只是觉得，哎，这事儿本身挺奇特、挺好玩儿，然后挺有意思、挺讽刺，但是从来没设身处地的站在他们那个角度上来看这件事情。所以说就在这过程中，我也不知道有些地方是说的很轻巧，说的很有意思，但是我觉得可能作为女性自己去感受的时候，那个角度跟那个感受是完全是不同的。那作为50岁男性，你有被冒犯到的感觉吗？他问你爸爸，你爸爸是怎么说的？啊，我爸怡然自得吧。过了那岁数了呢。成嘞，那要等所有的朋友演完，我们再公布这一轮的结果。请一锦先来到休息区。黄一锦是我私下非常好的朋友，我觉得黄一锦也是在自己坚持自己的风格，讲一些平常我们很难听到的话题。就是我今天讲的这篇，我觉得称不上刻板印象，这个就是能体现一点人性吧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我是觉得，不管你是写社会话题也好，你是写怪人怪事也好，人性是永恒好笑的。我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，黄一锦，我感觉你长得特别招老富翁的喜欢，怎么我这桃花长寿桃上了？我是觉着他做的一些行为里体现的人性是有意思的啊。我觉得丑恶的呀，有小心思的呀，有小心眼儿的呀，或者说是什么骂什么拜金啊，我觉得这都是人性的一种体现。我只是给他展示出来。下一位，我们掌声有请卡卡。大家好，我是卡卡。今天的形式不太一样啊，今天是以这个读诗的形式。轻轻的，我来到了理发店，门上写着免费理发和招学徒，我便免费冲昏了头脑，完全没意识到别人为什么要在招学徒的时候免费理发。剪到一半，我意识到他是学徒。出于礼貌，我问他：“你是学徒还是店长呀？”他说：“我是来装路由器的。”我说：“这个头发你能再帮我修一下吗？”他说：“修一下可能没时间了，只能帮忙吹一下。”我说：“也行。”他说：“你的侧脸有点像张凌赫。”我说：“谢谢。”他说：“吹完了。”讲到这儿，谢谢你们，我是卡卡，拜拜。谢谢卡卡。那3位这个 PK 要有个结果，我们请南瓜和一锦也回到舞台中央。3位气氛组的得票情况是这样，那观众给出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请看大屏幕。恭喜黄一锦拿到这个晋级名额，南瓜168票，卡卡133。根据规则，很遗憾要暂时前往待定区，谢谢2位。我们也掌声给黄一锦直接晋级。